风特得我。等下嘞，你等下嘞。我等风不进，不进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健。今天一大早和老妈在田野间扯了一大把野草。这种草大家有认识的吗？在农村，知道的人就把它当成宝，不知道的人就把它当成草。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草的珍贵，其实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。它也叫车前草，在我们农村叫蛤蟆草。你们那边叫什么呢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。在我们这边，房前屋后，乡村田野到处都是，只有老一辈的人才能知道它的好。今天就来分享老一辈的传统吃法，大家可一定要点赞收藏好哦。大家跟着我认真来看一下，就是这个车前草。我们最好选择这种老一点的，已经长了这种茎，并且上面结了籽的这种，这样的车前草效果最好。首先，我们将车前草的根部给它剪下来，这样有利于清洗。车前草全身都是宝，这个根部的营养也非常的丰富。我们将它洗干净，然后留着煮水喝。采摘好的根部，我们给它倒入大盆中，然后加入山泉水，给它抓洗干净。多给它清洗2遍，直到洗至水清澈，然后给它捞出来控水。像这样水就非常的清澈了，然后我们给它放到竹垫上面晒干。这个叶子也要给它多清洗2遍。里面的黄叶子和烂叶子都给它挑出来不要。洗干净后，给它整齐摆好队，再将它切成小段。再来切点生姜，先给它切片，再改刀切细丝。因为车前草是寒性，生姜是温性，给它中和一下。接着我们把车前草和生姜给它放到蒸屉里面。给它放入蒸锅，然后水开上气，大火蒸20分钟。车前草给它蒸制一下，可以杀青，还可以去除一部分的涩味，还能更好的释放出里面的营养。好了，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盖子。
哇，一股车前草的清香味扑鼻而来，还有姜的辛辣味。我们给它取出来，摊开放凉。趁车前草冷却的时间，我们来把铁锅清洗干净。锅里面一定要给它无油无水。这时候我们的车前草也放凉了，然后用手用力的给它挤干一下水分。挤好之后，再把车前草放入锅内，把剩余的车前草全部给它挤干水分。开最小的火，像炒茶叶一样，给它煸干一下水分。炒至像这样半干爽的状态，然后给它放到竹垫上。再将它摊开一点，然后放在太阳底下，给它晾晒2天。呀，这个你的锅蛮好的哈。太阳晒你的蛮好晒，家是晒东西是。看口底讲吼，你都不加就碰呀，加就不碰啊。你要是跟更加的加不？跟那个。这车前草经过2天的晒制，已经晾晒得非常的干爽了。我们将它放入瓶中，这样封存起来，保存的时间更长。车前草加点枸杞，清肝明目。我们想啥？家门口的枇杷也已经成熟了，结了好多果实，就摘了几分钟，摘了一大盘。这把出去蛮好喝。那平等是客气个平等，应该是啊。俺用你等我的那个到去吃啊。车前草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。车前草根部和排骨煲一煲，能强筋健骨；和冬瓜煮一煮，能消除水肿；和薏米煮一煮，可以去掉湿气和浊气；和竹叶煮一煮，能降心火。还有其他的好处，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。